迎韩王回京。韩王！掌柜的，给我个上座，我要看韩王。翠竹，你确定这是茶楼，不是怡红院？小姐，奴婢也不知道韩王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。不过小姐放心，韩王回京一定会履行婚约，请您过门。边关动乱已久，韩王若真有本事，也不会僵持4年之久。小姐快些，别让人占了咱们预定的座儿。哎，翠竹这乌鸦嘴。这位小姐，您坐的位置是我们家小姐哟，这不是二姐姐身边的翠竹吗？哼，果然是废物手底下的奴才，连个座儿也看不好。明明是3小姐占了我们家小姐的位置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这样和小姐讲话？你怎么打人呢？打的就是你。三妹妹怎么在这儿？这个废物的表情好吓人。哼，看我怎么让你出糗。二姐姐，那人刚回京，你就上赶着投怀送抱，只怕会令他不喜。三妹妹说的对，我确实是来投怀送抱，不像是三妹妹，就是想投怀送抱都不知道该抱谁。你简直不知廉耻！你要做什么？三妹妹发簪要掉了。你叫春琴？二小姐还是早些回府吧，免得韩王再被吓跑就不好了。多谢提醒。翠竹，咱们还是听三妹的话，回去吧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贱婢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还不赶紧回府？三妹妹，怎么不多待一会儿？你自己慢慢看吧。有意思，传闻都说神府二小姐是个废物，我怎么瞅着不像啊？难道是她？换个位置。换哪儿？哎，小姐，整人的功夫还是您厉害，你的演技也不赖。姑娘，我和朋友来迟，不知可否跟您拼个座？这男人脸上的疤怎么有点似曾相识？快看，韩王过来了！早知道这位子这么值钱，就该让翠竹把茶楼包下来。韩王怀里怎么有个女人？看来这婚必须得退了。这是看着韩王太风光给气的，还是看着神府二小姐对着韩王笑给气的？此人功力不浅啊！这两人怎么这么奇怪？得让小姐先回府才比较安全。小姐，今日时辰也不早了，咱们回府吧。我好歹也是同桌，这人这么冷，让我怎么打招呼？哎，算了。翠竹，咱回。王爷，您不会是看上那个废物小姐了吧？就算那沈家二小姐再能旺，韩王如此正大光明的搂着其他女人，也怕是不好吧？有何不好的？我听闻韩王这次可是要拿着军功退婚呢。小姐，我去教训他们。你怎么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呢？可是你与韩王有婚约在身，婚约能立也能解。就算韩王愿意履行婚约，我还不乐意呢。小姐，您别伤心了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伤心了？小姐自从脑袋受伤，醒来后虽然言行举止与他人不同，但小姐终究是个女人，
哪有女人亲眼见到自己未婚夫怀抱家人而不伤心的？啊！我在想，今日茶楼里的那个男人是谁？那小姐想到了吗？有一个人，自幼能文能武，少年随父从军，10几岁便能领兵退敌，护我大越疆土。只可惜，10年前南晋与南周合力进攻大越，为了守住大越南大门，那个人面残身毁。您说的是顾王？正是大越一字并肩王穆灵天。那一年，穆家军损伤惨重，大越朝官员大换血，沈清宇出生相爷，而我这具身体的原主也在那一年死亡。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？二小姐，圣旨到了，老爷让您去前厅接旨。圣旨催婚，来得可真快。周公公，母妃就这么想本王娶那个废物吗？王爷，您消消气。沈夫人虽已驾鹤西去，可她对娘娘的救命之恩，天下皆知。娘娘本又心善重诺，才……母妃根本就不明白，一个连棋子都不算的废物，怎配与我并肩而战？就连父皇也如此急切，让我娶那个无颜的废柴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小姐，三小姐来了。姐姐还不知道吧？方才韩王府抬了聘礼来，说要同娶我们2人。恭喜！你不生气？我是王妃，你只是个妾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哼，废物就是废物。等我到了韩王府，看我怎么治你。小姐真能忍。一个靠当小三的娘上位，才从庶女变成嫡女的货色，不知无惧。接下来，既然要出嫁，我可得去要嫁妆了。小姐的意思是要拿回夫人的陪嫁？10年前，沈清宇抬了小三楚慧蕊做平妻，原主的娘情伤离开。后来沈清宇把千一接回府，却任由楚慧蕊的孩子欺负她。在小千一低伤高烧不退时，沈清宇又狠心将她送回乡下。我这是穿越了。不只是我娘的陪嫁，她在沈府吃的苦受的气，我也要一并还回去。二小姐何在？拿着，这是夫人给您的陪嫁，让二小姐过目。小姐，您看。哼，区区2、3个铺子就想打发了我？赶紧徐妈妈将折子带回去吧。徐妈妈跟相爷说一下，我要我娘当年的陪嫁折子。你给我等着！哼！翠竹，准备一下，去找楚慧蕊。放肆！这臭不要脸的贱蹄子，他还真敢想！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哼，就凭他也想跟我斗？徐妈妈，你去请老爷过来，就说二小姐不满意我给她的嫁妆，正在我这儿闹呢。是。一儿，你和婷儿的婚事太急，我实在是分身乏术啊。还好一儿及时提醒，要不然别人可要误会我这个当娘的，要霸占姐姐当年的嫁妆。那一儿便谢谢姨娘了。原来所有人都唤我一声夫人，只有这个贱丫头姨娘姨娘的叫着，这是提醒我，即便成了平妻，也还是矮着嫡妻一头吗？一儿，当年我也是带着你的兄弟姐妹吃尽苦头，要是早知道我的出现会让姐姐那么痛苦，
我绝对不会进府的呀。我娘自幼体弱，姨娘想的太多，倒是辛苦姨娘这些年对沈府劳心劳力。放肆！王爷，这是什么态度？老爷，恶心死了！你是委屈了，夫人。父亲，女儿只是想要回我娘当初的陪嫁，想必父亲也不会忘记我娘临死之前留给您的信吧？你混账东西！怎么，我提了母亲，父亲就要打我吗？给我滚回你的院子，不得迈出院子一步，等着做你的韩王妃吧。哎，小姐，沈千一去中嫁妆，差点被老爷打了。当真？简直大快人心，活该！春琴，你跟我来，其他人都下去吧。是。春琴，我俩虽为主仆，但我早已将你当做妹妹。有件事，你可要帮我。这今后，若是我嫁过去，又为妾，必定是要受那人的罪。而你又与我亲近，只要是被他占了洞房的先机，咱俩就更无翻身之地。所以，大婚之日，你早去韩王府打点，帮我抢了那沈千一的洞房。春琴一定不负小姐所托，万死不辞。那就靠你了。王爷，都安排好了，大婚前夜这件事。谨慎些，别落下把柄。是。沈千一，本王倒要看看你怎么进这韩王府。好无聊啊！爷，等了这么久，不出手吗？不用，方才他无聊的打了几个哈欠了。看来他是知道韩王和沈梦婷算计他了。走，去莫府。凌天，凌天，你这么晚过来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啊？孙儿想请外婆帮个忙。你自小独立，不轻易开口要墨家帮忙，这回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。说吧，不管什么事，有墨家帮你扛着。孙儿想娶媳妇儿。娶媳妇儿？这铁树开花了。凌天喜欢哪家的姑娘？沈家二小姐。可明日沈小姐就要嫁进韩王府了，你要同韩王争？她也配？明天一早，我便进宫去见皇后。谢祖母。相爷好福气，以后就是皇上的亲家了，这份荣光可谓大越朝第一人呐。不敢当，都是圣上抬爱罢了。老爷，吉时快到了，韩王府迎亲的队伍还没来，再等等。圣旨到，皇后谕旨，二小姐与韩王的婚事就此作罢。相爷放心，皇后娘娘说了，这三小姐还是要接近韩王府的。老爷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叶儿怎么会在大婚前夜爬上太子的床？未嫁先休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相爷，皇后娘娘请沈夫人进宫。女儿拜见父亲。沈小姐不是在宫里，怎么在这儿？老爷，你不要打叶儿。楚慧蕊着眼的，
还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讨得好名声的机会。女儿竟然不知自己昨夜不在府中，是女儿的错，给相府丢脸了。不是说这沈二小姐又肥又丑吗？没想到竟是这般温柔娟秀啊！是啊，听她故作坚强的语气，也太委屈了吧！你这个畜生，还好意思说出来！沈相爷，这事儿有些蹊跷啊。公公不是说二小姐在宫里吗？难不成这二小姐长了翅膀，这么快就从宫里飞回来了？孽障！你随我进宫。皇后娘娘，是臣妾教女无方，女儿迷了心窍，是臣妾管教不力，还请娘娘恕罪啊！一边讨好皇后说恕罪，一边给我泼脏水，定死了我在外的名声败坏。这楚慧蕊怎么那么会做？这便是沈二小姐沈千一。回娘娘，是千一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皇上驾到，太子到，韩王到。皇上万福金安。无需多言，不是说这沈二小姐，怎么有2个沈小姐？哼，吃惊吗？吃惊的还在后头呢。臣妾也糊涂了。来人，去把里头那个沈二小姐请出来。古有易容，现有化妆，两者结合，这效果以假乱真啊！滚开！哪里来的这般不懂礼数的女子？皇上息怒，这就是沈二小姐。昨晚从太子府出来还昏迷着，臣妾顾念她的身份，便没对外宣张，但也只能应下韩王，同意她未娶先休。只是今日又出现了一个沈二小姐。沈清，你可看仔细了，这可是你的女儿。回皇上，虽然不知发生了何事，但此女并不是千一。哦，相爷的意思是，本太子冤枉了你们不成？臣万万不敢，可此女确实不是千一啊！来人，此女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，以儆效尤。是。哼，人带过来了。韩王不是想把我送去太子府坏我名声吗？那就按照他的意思，把他的女人送过去。褥子高明，害死你！是时候给你解药了。思涵哥哥救我！我是舒儿啊！舒儿，3弟真是好计，名声有了，废女不用娶了，还捞了一个冰雪聪明的3小姐做侧妃，更是将沾染王妃的罪名扣在本太子头上，当真是赚了。皇兄真的误会了，请父皇与母后为儿臣做主，也请父皇和母后还沈二小姐一个公道，一个清白。太子这话说的大义凛然，正合我意呀。哦，那沈二小姐，你可有什么话要与朕说？父皇一向冷硬，对我们几个皇子都疾言厉色，何曾这样温和？臣女惶恐，一切单凭皇上做主。此女大善。皇上，这沈二小姐倒是玲珑剔透，被天家未嫁先休，可不是小事。依臣妾看，不若再赐一门婚事给二小姐吧。我只是想要自由而已，怎么跟我想的结果不一样啊？皇后说的是，倒是朕给疏忽了。那皇后看，可还有适龄的公子？皇上，您忘了顾王了吗？顾王虽身有残疾，却也是将才一枚。对，朕竟然给忘了。什么意思？废物配废男，还真是绝配了。可我不嫁行吗？皇上，臣女……沈爱卿，
真的不孝子，毁了二小姐一生的幸福。朕如今还他一个如意郎君，你意下如何呀？还能不能好好听人说话了？臣谢主隆恩。我的自由小鸟还飞走了。臣女谢主隆恩。小铃子，马上去顾王府传旨。另外，因韩王的毛躁而毁了沈二小姐的清誉，韩王就拿出5万两白银作为赔礼吧。儿臣恭送父皇。好笑。王爷，您不会真的要娶吧？给我一个不娶的理由。哎，理由？一个废物小姐，一个废柴王爷，一个被未婚夫休弃，一个死过2个王妃。王爷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理由不娶。就凭她的镇定，她的技能，只有这样有脑子的女人才配做顾王妃。学臣，将这个锦盒交到沈府，亲自交给沈二小姐。是。月儿啊，不要生你父亲的气，你父亲只是太心急了。姨娘说笑了，自己的爹别说是气头上一巴掌，就是打死了当女儿的又能说什么？唉，就是可怜三妹妹，就这般被一顶小轿抬入了韩王府，都是我这个当姐姐的错。沈千一这小贱人，从韩王妃变成顾王妃，我自己的女儿却要给人做小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大事不好了！鬼吼鬼叫什么？夫人，三小姐她被云王妃脱光了，扔在大门口啊！姨娘没事吧？三妹妹怎么了？我陪您去看看。你是未来顾王妃，还是先回去歇着？再说你三妹能出什么事儿，我去看就行了。主子，您不仅算计了韩王，还算计了三小姐，实在是高啊！哼，沈梦婷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哦，那小姐，您真的要嫁给顾王吗？哎呦，沈三小姐，怎么会跑到云王的床上去啊？丢人哦！哎呦，云王妃是出了名的彪悍醋坛子，沈三小姐要倒霉了。婷儿，快去给三小姐盖上衣服。是，徐妈妈，放肆！没有本妃的吩咐，我看谁敢给这贱人穿衣服。沈三小姐是吧？既然这么喜欢男人，那我就教训教训你。来人！不可以！云王妃，看在你父亲陈太医的面子上，你也不该这么……沈夫人，你女儿这就叫吃不到羊肉，还惹得一身骚。况且，本妃还轮不到你一个外室抬上来的夫人能教训。若不是看在家父的面子上，送回来的可不是活的。管好你闺女，告辞。今日的仇，本王妃我记住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上来把这些刁民都赶走！是。小姐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就算是做戏，可也不能拿自己的脸开玩笑，心疼死翠竹了。我也没想到这个沈清雨下手这么重。飞雪去基地历练也有3个月了，让她回来吧。另外，你告诉雷叔一声，如今我被推上风口浪尖，让大家小心行事。是，小姐放心，奴婢知道孰轻孰重。二小姐，顾王府来人了，老爷让您去前厅一趟。知道了。见过王妃。
这是顾王殿下的心意，属下告退。哎，这就走了？啊，小姐，这顾王几个意思啊？人家送礼呢。行了，咱们回去吧。这礼物送的可真有意思，连句好听的话都没有。沈千一，大越朝除了皇上，也就顾王最大。这个废物怎么那么好命？当初掉进池塘，就该淹死他算了。二姐真是好命，从废物摇身一变成了顾王妃，还没过门呢，顾王就上门来送礼了。可怜三姐病倒了，都没人去看。哎呀，翠竹，这什么味道？好酸啊！快走快走，免得身上沾了这酸臭味儿。来，让我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宝贝。哇，老天爷啊！原来顾王还是土豪啊！我帮大款了。什么叫雪中送炭？什么叫济困解危？瞧瞧，你们主子我有钱养你们了。不过，我娘的嫁妆也是一笔不菲的银子，我可不能放弃。翠竹，咱们走，去看看娘亲留下来的铺子。是，小姐。看了3家铺子，总算有一家是像样的了。哟，小姐，当东西呢？管好你的眼睛，不然姑奶奶把它挖下来喂狗。这里是轩家当铺，眼眉侠都知道。那你可知这当铺的主人是谁？当然是我家太子妃，难不成是你啊？楚慧蕊好不要脸，竟然把我娘的产业瓜分了。嘿，你要当就当，不当赶紧滚！这里是沈夫人的产业，二小姐是沈夫人的亲女儿，该滚的人是你。小的这就请太子妃过来，二小姐先喝茶消消气。正好，那我今天就要把所有东西都拿回来。听小二说，有人敢在本妃店里闹事，胆子可不小啊。齐大人，你说呢？太子妃说的是，这种刁民就应该绑起来游街示众。太子妃好气势，满都城的人都知道，带有轩字的店铺是我娘的。太子妃不如告诉我，我娘什么时候把轩家当铺送给你了？不是沈千一？这废柴平日里不都任由我们欺负吗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大婚前夜爬上太子床榻的二妹呀！被休了，不好好待在家反省，跑这儿来捣什么乱啊？连皇上都说千一是被陷害的，太子妃不信皇上的话，难道你比皇上还能耐？以下犯上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绑起来！啊！顾王乃是大越朝一子并肩王，也不知道齐大人有几个脑袋敢绑顾王妃呢？你要嫁给顾王？太子妃，小妹也不是不讲人情，你要是真喜欢这铺子，我可以卖给你啊，咱们自家姐妹，回头我给你打个折。沈千一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？若不是太子妃指着我娘的店铺说这是你的，我会要你说个清楚吗？都说这沈府的二小姐是个废物，看样子倒不像啊。那楚桂蕊看着端庄大气，没想到心肠这么黑呀！哎，高门大户的，什么勾当没有啊？可怜这二小姐生母早逝，一个人怎么应对得了那群豺狼虎豹啊？快点将二小姐的产业还给她！快点将二小姐的产业还给她！沈千一，你好样的！芊芊，过来。顾王竟然为了沈千一这个废物出面，可恨！可有爱？无爱。齐大人，下官见过顾王。赵大人，齐大人可是你的下属？是，
可下官不曾听到齐大人汇报过什么案子。哼，看来还是一桩大案，让齐大人连汇报的时间都没有，就带人跑来了。顾王，赵大人，下官京兆尹赵全见过太子妃，不知道齐大人处理的可是太子妃的案子？是又如何？有人在本妃的铺子闹事，我还不能管管了？本王方才可是听到了，齐大人要把本王的未婚妻绑起来。确有此事。顾王，赵大人，小的方才看得清清楚楚，二小姐来自己铺子巡查，可伙计说铺子是太子妃的，太子妃一来就要抓人。是啊，没道理啊！一群刁民！太子妃，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若这铺子当真是二小姐的，还请太子妃归还。赵大人说的，秦毅，给我等着！啊，太子妃晕倒了，送太子妃回府。王爷，下官先带人回去。至于这铺子，二小姐，赵全官级虽不高，却从不畏强权。在此送您2句话，一说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；另一说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告辞。多谢赵大人，这赵全倒是性情中人，难得。二小姐，那这铺子……李掌柜，你先带大家起来，当铺先关门吧。在我与太子妃交涉清楚之前，不许再营业，否则顾王府地方大，倒是可以请大家去坐一坐。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唉，今日谢谢你啊。魏毛一直盯着我看。不继续说了吗？王爷，你怎么发呆了？唉，王爷，回顾王府的路不是这一条。不是啊，小姐，奴婢怎么都觉得顾王这是要送您回府的意思呢？先前利用起顾王妃的名号，倒是牙尖嘴利，这会儿却成了哑巴。用不着你，我还担心他回家应付不了宋宋的。他倒好，一回家没看见我自己在滑轮椅，手都起泡了。小姐，你说顾王就这么一路滑着轮椅回到相府，他的手会不会废了？你去推。小姐，那可是你的未婚夫，而且你别忘了，你床上还有一堆金子呢。金子？等等。金子，我谢谢你8辈祖宗。啊，我的小姐，有您这么谢人的吗？守门，你去门口守着，只要二小姐一回来，就把她押进祠堂。是，老爷。见过顾王。让沈清宇来见本王。下官见。拿银子做暗器，有钱就是骚包啊！这10年来，老夫在大越朝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连最得宠的3皇子都不敢跟我明着交代，这顾王什么意思？准备一下，本王今晚要和芊芊成婚。王爷，今日吉时已过，再说嫁妆也没有准备妥当，3媒6聘也没有行过。嫁妆，芊芊本该今日出嫁，沈府却没准备嫁妆。至于聘礼，夫人，3媒6聘马上就到。这家是真要闪婚啊！提案，3媒6聘皆已到齐。给他。自打皇上赐婚后，一切都不走寻常路了。多大点事，就笑成这样。奴婢见过顾王妃。这些人以后都归你管。顾王妃，奴婢伺候您更换喜服。
如今我的2个女儿，一个病，一个气，这贱丫头还想顺顺利利出嫁，哼，没门！老爷，就算是3媒6聘都过了，可哪里有晚上出嫁的？又不是搞冥婚，多不吉利啊！不吉利？世人皆道本王乃不祥之人，而芊芊又是个命硬克亲的，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吉利的吗？老身见过孤王。王爷，虽然您不在乎世俗的眼光，可是女子出嫁，一生也不过就这么一次。千一的命够苦了，若是您真的心疼千一，还是择个吉日吧。祖母，原来老夫人也知道芊芊的命很苦，可让她在相府继续生活，难免被人算计。本王还是接到身边照顾着，更为放心。父王，就算您贵为大越的一字并肩王，可也没有智慧别人家事的道理吧？今天以后，芊芊是本王的，本王护着自己的王妃，算是逾越？还是说，在相爷眼里，本王10年不出王府，就成了废柴？小姐，王爷这么护着你，你还不进去帮帮他吗？嘘，别担心，再等等。老身知道王爷今日因何而怒，老身在此担保，是千一的，那便是千一的，谁也不会拿走。王爷可放心了。沈老夫人表面吃斋念佛，却是圆滑得很，把芊芊放在这样一堆人身边，我怎么放心呢？老夫人给的承诺，我也该出场了。走。啊，小姐。这女人没事化成个妖精，这是想勾引谁啊？王爷，我们的婚事还是按程序走吧。唉，不知好歹的女人。王爷慢走，不送啊。孽女，都是你惹的事，你倒是长能耐了。住口！你骂他做什么？也不想想这些肮脏事都是谁惹出来的。可是娘，若他真的行得正，会有今天当铺那事吗？母亲，姐姐都死了这么多年，她的东西自然要充公的，公用的财产，媳妇儿拿来给闺女做陪嫁，有什么错？你气死原配还霸占她的东西，竟然还这么理直气壮。你听听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母亲，孤王府不会在意千一那点陪嫁。再说了，那些铺子千一也不会打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手滑打的是一个杯子，会滑到一套茶具吗？母亲，您瞧他，连个茶都沏不好，怎么能打理那些产业？再说，给了太子妃的东西，如今怎么样？2个女儿出点事，你就扛不住露出这表情。要是你儿子再出点事呢？满大街都是太子妃强占亲妹产业的流言，你不要脸，沈府还要做人。你送出去的东西，就得想办法拿回来。儿啊，咱们当年已经对不起雅轩，对不起白家了。不能再亏了他给你留下的孩子。这事容我想个法子吧。王妃回来了，见过王妃。不妙啊，这么多人，我怎么养得起啊？嬷嬷，您看千一这个小地方，实在住不下这么多人，请嬷嬷回王府替千一给孤王带个话。今天的事对千一冲击太大，说话考虑不周，伤了孤王的面子，所以我改天做东请孤王吃饭，以此赔罪。王妃的话，奴婢一定转达。这是王爷要奴婢交与王妃的腰牌，
可以调动城外西大营5000人马。若是有事，王妃拿此令牌去找千煞将军即可。嬷嬷放心，千一会保护好自己。这可是能调动穆家军的英令，他怎么会将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我？老奴告退。王妃，小心您那位祖母。老夫人从未把我当过自己的孙女，今日却一副慈母模样，确实要防着。这顾王人虽丑了些，性格却还挺吸引人的。翠竹，传信给雷叔，彻查一下顾王，我可不想打没有把握的仗。是。啊，爽了，果然还是这泡完澡舒服些。是谁？好像不小心就当了登徒子啊。我说我无意撞见他在洗澡，有人会信吗？小姐，是奴婢没有保护好小姐，请主子责罚。起来，那人身手在我之上，你没发现也很正常。那人身手还在小姐之上。你让元秀查查最近京里可有什么异动，顺便准备一下，咱们去看看沈梦婷。是。你说咱们三小姐到底有没有被云王破了身子？嘘，别说了。春琴呢？春琴去哪了？回夫人，小姐吩咐春琴姐去韩王府抢了二小姐的洞房，现在应该在韩王府。一派胡言，给我全部关进柴房。这房里的丫鬟一个也不能留，请夫人放心。这个傻丫头还让春琴去打点，却不知那春琴早已扮成了你，被抬进了韩王府了。你去追，回头寒烟那里见。人呢？主子，你又甩了我！人呢？阁下的身手好诡异，在下佩服。只是你跟了一路，也该说说来意了吧？在下只是路过，看热闹而已。毕竟劫持这种徐娘半老，不想让人好奇都难。你继续，不用理我。面如冠玉，青衣短笛，身手诡异，是江湖人称绝公子的傅子和。这公子好奇害死猫啊！今夜第一次相遇，没什么礼物，就将他送与公子吧。这份礼太贵重，恕在下无法接受，还是阁下留着吧。送出去的礼物哪有再拿回来的道理？这黑人跟楚慧蕊什么仇什么恨？等明天他醒来，沈夫人嫖妓的消息只怕已是满城风雨。傅公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怎么的？您不喜欢人家了吗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的燕大美人儿。主子，今天来了个怪人。哦，您看，就是他。这是巷子里的黑衣人，有意思，是个美人啊。主子，别忘了，你现在的打扮也是一个男人。这般盯着一个男人看，有些不妥吧？去请那男人上来，本公子要请他喝酒。是，公子。咦，人不见了。阁下，刀剑无眼，小心小心。傅某自认没有得罪您吧？确实，在下来此，只想与傅公子谈笔生意而已。说说看，是什么样的案子？小气鬼，喝凉水。不过
美人在前，自己斟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傅公子，别用这么饥渴的目光看着在下，在下会十分感谢。抱歉抱歉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多看几眼并无其他意思。父子和流连花丛，这副不着调的样子，着实令人不喜。不过这件事让他来办最合适。我要太子妃强占青媚产业的流言越传越凶，我还要明天一早的早朝之上，试参沈相教女无方，养女不良的折子。这人是在帮我从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要帮我？这案子又不难，银子还这么多，傅某不接岂不是傻子？不过荣傅某有个小小的疑问，阁下与神府有仇吗？如果是有仇的话，他这么做也说得过去。据在下所知，傅公子向来是只见银子不问事的，看来传言也并非如此。傅公子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好好办事，当心祸从口出。这人方才的气势和穆凌天好像，但这怎么可能？我精通易容，为了行走江湖才扮成这副男装，和他的脸绝对货真价实，怎么可能是毁了容的穆凌天？沈爱卿，你怎么说？御史台那帮老匹夫，竟敢以太子妃争家产的事弹劾本官，还要皇上摘了我夫人的诰命，可恨！回皇上，臣冤枉啊！冤枉！看看这些折子，一个人可以冤枉你，难道还能整个御史台和全京城的人全都冤枉你不成？朕看相爷这些年是养尊处优惯了，倒成了睁眼瞎。请皇上责罚。沈处士品行不端，做出如此下作之事，懿旨，你撤其一品诰命。太子妃强占亲媚产业，有损皇家颜面，禁足3月，3日内归还所有产业。至于相爷禁足1个月，罚俸半年。臣叩谢皇恩。爹，我不要嫁给云王，爹你最疼平儿了，我要嫁给韩王啊！够了，三小姐不舒服，先带她回房。臭奴才，放开本小姐！出事惹得一家子鸡飞狗跳，我已将她打了30大板，命她去祠堂思过。这女人竟敢去小官馆，那都不是真的。母亲已经责打过她，就不要再罚她了。糊涂啊！连皇上都已经撤了他的诰命，你身为一家之主，再不做点样子，天家怎么看你啊？还是母亲考虑周到，这段时间相府还得靠母亲操劳了。真是操不完的心哦！韩王回京，皇上下了催婚的圣旨后，这一种种事处处透着怪异。沈千一，你个废物，你给本小姐出来！你个没人要的贱人，我要诅咒你再次被休！要不是你，本小姐又岂能遭人暗算？二小姐，顾王府前来送跟帖的人就在正厅。小姐，您还没睡够呢，回头把吵人的沈梦婷给我扔树上去。沈明音，明音见过莫夫人，刚刚失礼，还请莫夫人见谅。实在是，明音从没有见过像夫人这样仙姿绰约的女子。穆凌天丑是丑了点，好在权势滔天，我要是得了他舅母的喜欢，这能有好处没坏处。不碍事。晚辈千一见过莫夫人，刚有失礼之处，请夫人见谅。故意和我说一样的话，难道莫夫人就会高看你一眼吗？让莫夫人见笑了。我们千一自小便没了娘，也没有人教她更为周到的礼数。如今能赐给顾王当正妃，
可是千一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想我们家顾王脾气又大，身子又残，千一肯下嫁于他，对顾王来说，这才是福气。莫夫人说笑了。顾王是大越的疑似并肩王，要是明音能进去当侧妃，也自然是比那些小门小户强。这是我们家老太君让我交给你的。千一福薄，得老人家的惦记，那是几世修来的福分，回头必定请外祖母亲自登门道谢。这个沈千一可真会让人难看，当着我这个祖母请外祖母回礼，不知道还以为神父多苛待他。千一啊，你外祖母年纪大了，别总去烦扰她。这回礼啊，祖母给你准备。白老太君可是有些日子没到府上坐坐了，咱家老太君前儿个还念叨着呢，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最近身子骨怎么样。林氏虽然也是一朝相爷的母亲，可放到白家、莫家、告封的几个老人家面前也不够看啊。老夫人、莫夫人，更书换好了。老夫人不必送了，让千一送送就行。你向来胆小，让你五妹陪着你一起送送莫夫人吧。这不大好吧？我是打算与千一说说顾王那些小性子，五小姐一个未出阁的闺女，听了不大妥的。小姐，按照你的吩咐，三小姐已经扔到树上去了。走吧，去给我爹唱戏去。父亲，父亲，不好了，三妹她……父亲，你快去救救三妹吧！三妹不知道为什么爬到了树上，那树枝摇摇晃晃，万一摔下来……来人，去将三小姐送回雅庭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外出。父亲的头是不是又疼？千一给您揉揉。爹爹的头又疼了，千一给你揉揉。我对千一终究是亏欠的。父亲，千一最近很惶恐，有许多事不明白。韩王想要退婚，天下皆知，他为何要大费周章弄个假千一送去太子府？千一也没做什么让皇上高兴的事，皇上为何就让韩王赔给我5万两银子，还和皇后唱双簧，再赐一门婚事？父亲，你说皇上是何意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搅乱几个皇子，敲打相府，这些只有皇上一个人办得到。父亲的头还疼吗？老爷，太子妃叫人来接夫人过府一叙。你快嫁人了，没事多去你外祖母那走动。是。小姐，你是要找回父爱吗？当年我爹当上丞相，白家被清算，兵权被收，男丁全部战死。沈清宇是皇上的一把刀，不离间一下他们，怎么查当年的事？我娘的牌位就在里面，她一定很不想看见楚慧蕊吧。二小姐，这祠堂可不是嬉闹的地方，快回去吧，别也跟夫人一样被老夫人罚了。两位嬷嬷看守辛苦了，我家小姐备了些酒，给两位嬷嬷暖暖腿。出了这么多事还这样冷静，楚慧蕊还真不是一般人。姨娘是在等着父亲吗？我带了些饭菜，姨娘吃些吧。姨娘不爱吃五花肉吗？也是，姨娘喜欢小鲜肉才对，毕竟这种油腻的老肉总吃，谁不够？姨娘你不吃就不吃，发什么脾气啊？一儿，母亲知你孝顺，可母亲不能进食，一儿还是将吃食提回去吧。还能忍？我母亲已经死了10年了，她一身干净，见到你一定嫌脏吧？三妹今早已经能说话了，可惜一直骂云王是个禽兽，非要嫁给韩王。
你说，万一他要是有了身孕？够了！你恨我就冲我来。你妹妹要是名声不好，你脸上有光吗？怎么我被骂草包的时候，也不见你们脸上没光啊？对了，听说沈玉晨在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山贼。晨儿不能出事。老爷，贱人，府里这么乱，你却来勾引老爷。你不在祠堂好好反省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儿子生死不明，老爷只顾着温柔乡缱绻，难道不怕楚家绝后吗？晨儿听到你这番话，只怕会寒了心。没想到你如今手段用尽，竟然用儿子争宠，好好看看，这是晨儿今世的平安信。是青衣耍了我。来人，把夫人关到祠堂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出来。哼，给太子妃回信，就说要杀沈千一，至少5万两银子，少了免谈。这女人也是蠢，怎么还有花钱让你自己杀自己的？这里可没有沈千一，只有翩翩公子傅子和。竟然要价5万两！早知如此，在相府的时候就应该弄死他。现在倒好，平白成了顾王妃，皇上要我归还产业，想杀他还杀不成了。太子妃，不日便是小郡主的满月宴，太子妃不如请那废物到府上来个瓮中捉鳖，手到擒来。3日之后，倒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媳妇不孝，让母亲丢脸，也害得沈府无光，请母亲与夫君原谅。我知道你是冤枉的，这3天委屈你了。只是今日太子妃来了信儿，说你身体不好，怕你去了给小郡主过了晦气，你还是在家休息吧。是，媳妇谨遵母亲教诲。老爷怎么对我这样疏离？那是哪家的孩子？夫人，那是府里的2少爷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府里只有晨儿一个少爷。原来三姨娘一直瞒着所有人，六小姐沈玉兰其实是个男儿身，如今过继到已故白夫人名下，改了名字，叫做沈玉衡。姨娘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副样子？进了族谱，过继成了嫡子，就能和晨儿分家产了。千一，玉衡，咱得去太子府看小郡主了。沈千一，我绝不放过你。老太婆就这些压箱底儿的东西了，小郡主可不要嫌弃哦。二妹，快过来坐。沈千一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太子妃万福。这么热情，想演戏，我陪你演啊。二妹太客气了，快来见过外祖母。外祖母？也对，穆凌天和太子可是表兄弟。晚辈千一，见过老太君。祖母，屋里好无聊，不如我陪着千一姐姐去逛逛太子府吧。也好，我还要招呼客人，表妹就替我陪着二妹转转。喂，大家都说你是废物草包，长得又丑，还被休掉，你凭什么嫁给我表哥？大家都说他是废物王爷，脸比我还丑，死了2个老婆。你说他拿什么娶我？不许你这么说我表哥！完了，和小姑娘玩笑开大了。我娘在家天天夸你，可你怎么能瞧不起我表哥？你是他的媳妇儿，若是你都看不起他，这世上还有谁能看得起他？我只是跟你开玩笑，并不是真的看不起他。最好是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
倒是个纯真干净的孩子。你就这么在意我的脸吗？你害怕吗？没有，如果怕，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便不会跟你同坐。为什么不怕？我应该怕吗？你不应该怕吗？幼稚，竟然嫌弃本王！站住！王爷，虽然咱们有婚约在身，可是孤男寡女待在一块儿，还是会惹人非议，到时候影响王爷的名声，可就不好了。千一先行一步，告辞。不是都说婚前了解，婚后才能好好生活在一起吗？本王都为他来参加这种无聊的宴会了，他怎么一点不领情？主子您不说，王妃也不知道啊。韩王，倒霉！站住！打扰了本王，还想一走了之吗？若是民女知道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卿卿我我，一定不会走这条路。原来是你，哼！别以为引起我的注意，我就会娶你。那太好了，民女从未想过嫁给王爷你。沈千一，欲擒故纵嘛，就算这样，本王也不会多看你两眼。本王的王妃何须他人来看？有那个时间，韩王还是看好自己的女人，别再跑到别人床上。你让韩王见笑了，芊芊正跟本王闹小性子呢。握手就握手，你掐我干嘛？慕凌天这个冰块会笑。芊芊，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你好肉麻！芊芊，你休想逃走！思涵哥哥，别怕，这女人真想一巴掌拍飞她。天哥，千一哪有那么小气，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，却没想到你那么不惊吓。好了，回头我亲自下厨请你吃饭好不好？千一说怎样就怎样。明明脸上有疤，可笑起来竟然这么好看。做的不好吃，你不要嫌弃就好。想不到这女人除了聪明之外，迷糊起来也这么可爱。芊芊，你慢点。沈子熙竟然胆子大到一见面就在茶里下药，好在我随身带了解毒丹，再运功一会儿就……啊，不好，有人！刚刚不是还和顾王柔情蜜意吗？怎么现在就把人抛在一边了？好香啊！你真的学聪明了，不吵不叫，脸红心跳。很想本王拥你入怀，温柔宠爱，是不是？是你个大头鬼，赶紧滚啊！我快控制不住真气了。传闻沈二小姐奇丑无比，怎么今日她看起来这么美？尤其对着慕凌天那一笑，属实勾人呢。若能为我享用，慕思涵，我一定要剁了你的爪子！什么人？我打死你！找死！啊！芊芊，不想你的麻烦太多，你最好老实别动。有人监视，原来自从进了沈府，我一直在沈子熙的眼皮底下活动着。难怪慕思涵会这么巧，在我落单又毒发的时候过来。顾王的身手不减当年，竟不想连暗器也换了花样，本王佩服。本王残的是腿，不是脑子。韩王下次再想寻花问柳，最好垫垫自己肚子能承得了几把刀。本王的肚子就不劳顾王费心了。顾王还是想想，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是否值得你为她费神？
芊芊，我带你离开。怎么会是顾王在这里？见过顾王，你到处转转，看能不能抓住他的把柄。是，还真成了废物吗？连一点防备都没有。要你多管闲事。我多事？那本王干脆成人之美，送你到韩王府如何？穆凌天，你别无理取闹行吗？无理取闹？沈千一，本王就只你这4个字。我要是当时能动，会让那王八蛋乱来吗？被人轻薄，我也很不高兴啊，他生什么气？姐，顾王是关心你才会如此。真是懂事的孩子。姐姐，没想到这毒这么厉害。告诉姐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听到有个婢女对韩王说你在这里等他，想着不是什么好事，就跟过来了。如果不是我无能，姐姐就不会有事了。以后遇上危险的事，先确保自己的安全，再行事，知道吗？姐，等玉衡长大了，一定会保护你的。那姐就等着你长大。千一姐姐，快来快来！千一姐姐，这是平王府的小郡主穆敏，这是呀，顾王，你可收好了。小妹前几日多有得罪，还请大姐见谅。我敬大姐一杯。千一不胜酒力，想出去透透气。我与你一起吧。沈千一，这次我用了猛药，我就不信你不中招。好些了吗？太子妃的头疼吗？奇怪，我怎么会？好痛啊！能让你得逞一计，还能让你有第2次机会吗？谢谢你如此配合，还跟我换了同样颜色的衣服。太子妃，奴婢按照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，还不赶紧把人抬走？难道还要本妃亲自动手吗？是，奴婢这就将人抬走。小姐，你怎么就这样过来了？剪下沈玉晨的头发给楚慧蕊，告诉他今天天黑前没有10万两，就切了他儿子的手指，明天再要10万两，少一文就切一对耳朵，3天后交齐30万两，拿不出来就直接送沈玉晨的人头。楚慧蕊母女手段阴狠，实在可恨。快去啊！我这就去。谁惹到了这头狮子？夫人不好了！晨儿，出大事了！太子要休了太子妃！滚开！老爷，晨儿出事了，老爷！我看你是真的魔怔了，没看到安公公在此吗？如此没有规矩！我没有魔怔，是晨儿的玉佩。沈相爷，咱们是不是该去太子府了？安公公，太子妃既嫁入太子府，那就是太子府的人，她是生是死，与相府已经没了关系。儿子女儿同时出事，楚慧蕊选择了儿子，不知道以沈子熙的阴狠，会不会记恨你们这对父母？他不是都离开了吗？怎么还知道我受伤了？要命！干嘛被他碰了一下就这么不自在呢？怎么老想起穆凌天？不行，不能这么下去。顾王府戒备森严，小心为上。
好险！这孤王府有什么好东西，知道那群刺客这么玩命？朋友，你是来闯府，还是来看热闹的？原来是位小姐，抱歉抱歉。月色正好，不赏赏，岂不是对不起自己？是啊，月色真好。这刺客都换一茬了，孤王府的人心真大，至今未出现一人。你住这里？我住在这里10年了，晚上睡不着就上来看看。你呢？一个姑娘家这么晚出来，可不安全。10年？难道是南晋送到大越的质子？10年前，南晋与南州合攻大越，被穆灵天一举歼灭。南晋求和，将8岁的七皇子温景辰送到大越当质子，囚在顾王隔壁。看来今晚偷偷溜过来，想给他道谢是行不通了。天晚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请你喝，我只是单纯想请他喝茶，可是会唐突到他吧？你家里能允许朋友进入吗？我改天再来看你，拜。他知道我的身份是……什么时辰了？他怎么还没来？爷，您今晚已经问过很多遍了。巡视如何？府中机关应该难不倒他。爷，属下没找着王妃的影子。这个没良心的！之前送金子，现在送千金难求的易经丹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我要是吃了，得欠他好大一个人情。哼！又是你！伤风败俗。败什么俗？疯够了没有？别以为你长得帅就可以放肆，放开我！不放。他竟然还会夸人。你有病！3更半夜不睡觉，跑人家房顶看月亮，看就算了，砸我浴桶砸了2次。我愿意。唉，不知道我上辈子欠了你多少，这辈子真让人不省心。这易经丹对内伤有奇效，你不肯去王府，只有我来亲自为你替你疗伤了。黑衣男，你死定了！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太丢人了，不能说出来。小姐，不如吃个早饭。各位，今日有大消息，沈丞相的儿子被劫匪绑架了。哎，这都是老消息了。韩王府昨晚进了刺客，韩王现在呀，怕是快要废喽。你刺了他2剑，他就受不住了。哼，他碰过我的那只手，我还没去讨呢。那我们还去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就去。哎，他们这是要去韩王府的方向。完了完了，我得提醒孤王，他要被绿了。我们王爷正在里面休息，沈二小姐这边请。听说韩王府从前是旧府，故作节俭令皇上龙颜大悦，各种嘉赏。韩王城府够深啊！二小姐，王爷让您一个人进去。这么久不出声，跟我比耐性，我有的是。沈千一，你是死的吗？没看到本王受伤，竟然还死站在那里。民女见过韩王，民女今天来。少废话，过来。既然是来看本王的，总这么低着头，又是什么意思？今日瞧着沈千一，竟然比那天看起来
还要动人。欠收拾！你怎么来了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爬他的床吗？你有病啊！他还欠我5万两银子，我来要银子。我是死吗？缺银子你不会找我？你的是你的，我破皮了。莫林天尼是属狗，他的腿僵直冰冷，看来是真的废了。我在干什么？都吻成这样了，眼神这么淡定，是我吻技不好？你怎么出去？记住，你是有未婚夫的人，别再想其他的男人。说过了，我是来要账的。这女人胆肥了呀，竟然敢拍我的头。她这右手是该废，不过还是先把人扔床上吧，方便我要银子。彭管家，你们家王爷说了，让你给我准备5万两银子。彭管家，你们家王爷说了，让你给我准备5万两银子。早给二小姐准备好了，请您跟我来。成了我们王爷的人，5万两不早晚也要送回来。他应该能怎么来怎么回去吧？他在担心我。老爷，我们送过去的10万两又被劫了。官府抓不到人，那边让再准备30万两。滚！老爷，顾王来了。不知顾王今日怎么有兴致来神府小坐？听说府里出了事，相爷有用得着本王的地方，但说无妨。多谢王爷，犬儿的事儿就不劳烦王爷费心了。这可不是我不帮忙，是你不要的呀。本王与二小姐皆命硬之人，所以青天剑算了个大凶的日子，意与本王与二小姐成婚。你看看吧。我儿子还在劫匪手里，你这个未来姑爷却让我给你办婚礼。既然王爷已将日子定妥了，婚期神府自然不会延误，请顾王放心。那小婿就在这里祝相爷早日迎回我那未来的大舅子。告辞。来人，去金兆尹府。王爷，你家一个未出阁的小姐约未来姐夫花园一叙，可真是令本王大开眼界啊！奴婢翠竹见过王爷。王爷，明儿午时3刻在醉仙居，我家小姐请您吃饭。好。贱人，又你多管闲事。哟，你主子还没当上侧妃，自己就摆上了主子谱，没看出来呀？你还有想当姨娘的想法？大白天的，跟你们小姐做什么白日梦呢？我呸！你，哼！小姐，我回来了。人请到了吗？沈明英真是什么人都敢想。没关系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沈梦婷那边也是时候了吧？你说，我怂恿他逃出府奔向真爱韩王，他会听吗？试试就知道啦。纸条上说，沈明一想要将我取而代之。呸！等我找到韩王，他一定舍不得这么对我。小姐，他还真的钻了狗洞，太蠢了，做我的对手都不配。走吧，我们先去醉仙居练练手，不然我怕明天煮出来的东西能把顾王毒死。二小姐，老夫人叫你过去。老夫人。千一给祖母请安，给父亲请安。沈千一，你还有没有点规矩？没看到你母亲在这里吗？父亲说笑了，我母亲已经死了10年，这位还不知道有没有入关籍呢。
平妻没有资格入官籍，这个小贱人骂我呢。这个不孝女，大哥被劫，你还有心思天天往外跑？真当本相管不了你了？千一不是出气筒，既然你们叫千一过来没有什么事，那么千一就好心的告诉你们，沈梦婷已经离家出走一整晚了。教的好女儿。梦婷不会的。翠竹，叫手下的人剁下沈玉晨的手指，送给沈清雨。这份礼物他们夫妻一定会喜欢的。是。放开我！娘亲救我！哼，活该，窝囊废！抓住他！二小姐接回府了。是的，已经安排睡下了。周掌柜，厨房收拾好了。回主子，都按主子的吩咐准备妥当了。除了方便面，我好像都不太会煮，那就做意大利面吧，好像也不是很难。主子真的做过饭吗？小姐，顾王来了。啊，我抻一根面条出来不容易啊。这身黑色衣裙是为了与我相配吗？王爷，王爷，这可是妾身亲自为您煮的面条，这是我第一次下厨，一碗炸酱面，味道不错哦，来吃一口。这面条比筷子还粗，真的能吃吗？王爷，好吃吗？谢谢，我走了。这面再吃2口，只怕是要闹肚子。王爷，还没有喝酒呢。王爷，您也尝尝，这樱桃味好得很，是千亿的最爱。这女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现在这样有多诱人？王爷，来喝酒，干杯！以后还请王爷多多关照。你去也不能空着手，我知你向来没有几个银子在身上，这些你拿着，路上遇到喜欢的就买些。不用，千亿的月银都攒着呢。再说这几日府里已经拿出不少银子，父亲不能为了千亿再浪费了。原来背着我的时候，沈清雨对那个贱人和他留下的孽种这么温和，平日里都在我眼前做戏。你又发什么疯？老爷，山贼横行，一个马上就要出嫁成为王妃的女儿，你也敢放她去齐云山？就不怕遇上点意外，香消玉殒了吗？千叶，你先回去吧，明早我会让人准备马车，陪你一同前往齐云山。是。如今我的3个孩子个个不得好，这个废物却要当王妃，做梦！小姐，你轻功好，也不带这么虐人的。我追了你几个时辰。楚慧蕊有动作了。楚慧蕊堂堂相爷夫人，天天排队去刘家豆汁买早餐，你信吗？传令让冷晨他们几个盯紧一点。是。小姐，你等等我。翠竹姑娘，你咋才到呢？主子数银子都快数睡着了。没天理，上都城到齐云山途经2县1城，寻常人要赶1天半的路，主子轻功非半天便到。翠竹，你来的刚好，大家静静听我说。几国间太平了10年，可大家心里应该清楚，没有一个帝王会甘心守着自己这1亩3分地。如今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，不能只盯着上都城这块地。我和雷叔商量过，要将咱们的关系网再撒开一些，以确保在第一时间掌握各方动态，保护大家的安危。主子说的极是，
头，经理来了一批捕快，正在挨家挨户的排查，咱们是不是要快些将东西转移？将10万两银子装袋绑到神府的马车底下，其他的连着地下室一道沉了。赶紧的，快！干什么的？官爷，我们是出城扫墓的。扫墓？里面坐着什么人？你们要做什么？里面坐着的可是沈相爷的女儿。沈相爷的女儿？你编呢？你继续编。沈相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家小姐还会往外走吗？你还不如说车里坐着顾王妃呢。我们小姐真的是京中沈相爷的女儿。啊，遇到什么事了？左捕头，是你啊！可是二小姐在车里。夫人的忌日快到了，小姐想去齐云山扫墓，毕竟下个月小姐就要出嫁了，以后不那么方便。翠竹，怎么还不走？二小姐，在下京兆府左卿，奉命排查出入红线的人员，给你带来了不便，还请见谅。左大人，让您手下检查一下吧。2个女人外加1车的祭祀用品，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车辙？驾！二小姐，您等一下。啊，左大人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啊？二小姐，在下拾到了一块玉佩，您看是不是您的？可不能让他杀了小姐。得罪了。小姐，阁下劫持一介女流，怎能配得上英雄名号？出来吧。左大人，车里真的没人，不信你自己看。二小姐，没事儿，您放那么多石头在车上作甚？红线出产礼石，千一这一次不只是给母亲扫墓，还要修坟的。是在下鲁莽，得罪之处还望二小姐海涵。小姐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放了几块石头，谁能联想到银子上面去？掌柜的，马车里祭祀的物品我就不往下搬了，回头你找人给我看着点儿。放心，二位楼上请。见过主子。不必客套，有什么消息吗？昨晚皇宫遭了刺客，今儿一早韩王上朝途中也被刺，加上相爷没抓到山贼，所以皇上恼怒要彻查此事。另外，顾王府传出消息说，顾王病了。他病了？该不会是吃了您那碗面，一直病着吧？睡不着。他病了，我是不是该去看看？都到那远了，不会有机关吧？我当你这个没良心的不会来呢。啊！二小姐，知道你要来，王爷已经吩咐关掉了这里的机关，你可以放心走动。绝尘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半夜爬我顾王府的墙，这会倒哑巴了。你才哑巴了！早中晚各服1次，1次2粒。正常的话，1天缓解，2天痊愈。要是严重，3天也该好了。你刚刚笑了？这个时候出城转移你的银子，你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。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废物，可他比我想象中还要知道的多。我那点自以为是的优越，在他面前似乎很可笑。你也就是碰上了赵全身边的那块木头，若是换个精明的人，会上你那几块石头的当吗？舌头让猫叼走了，我们是敌是友？算了，芊芊，我们不是敌人，亦不是战友。芊芊，你忘了吗？你是我的妻。可是还有一句话叫做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临各自飞”。
这句话以后不要说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开你的手。送你。行了，不喜欢吗？谁喜欢这玩意儿，你送谁去！哼！哎，谁能告诉我王妃为什么生气啊？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没有易容，手上有油污，典型的普通老百姓，却有着高超的武艺，一路跟踪我没被发现，脸也没有易容，身份不明。不管怎样，还是先去齐云山吧。福伯、福婶，我回来了。小姐，真是小姐回来了。爹，小姐心里一直记挂着您和娘呢。老婆子，快去给小姐做她爱吃的红烧肉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就去。属下拜见主子。跟我来扛银子，跟上。主子回来了，主子回来了。咦，居然躲开了！狗疯子，别追了！哎，我不玩了，不玩了。轻功再好，也得被你累死。你服过易经丹，穆灵天给你的。以你的内力，根本吸收不了易经丹的功效。看来他对你还不错，不仅赠药，还助你提升内力。可嘉。药是他赠的，但让我服下药丸的人不是他，而且那个人武功极高。你学两招给为师看看。要不是10年前的大战后，许安南消失不见，我差点就以为是他的弟子了。不管如何，下个月我就要加入孤王府了，以后的日子可不太平。我劫了沈清雨的银子，总要给大家留点后路。你放心，老道一定给你训练出这世上最为神奇的军队。我要军队做什么？咱们的训练人数在精不在多。那可不一定，世事难料。丫头，你慢慢琢磨吧。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有人在别院外堆了稻草，淋了油，打算烧死咱们。可奴婢追出去的时候，只剩下血迹，2个黑影都没了踪迹。往哪个方向去的？往西，西侧那有条河，去看看。和上次客栈的刺客一样，手染油污，长相寻常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可探。王妃怎么走了？我可是柴火都准备好了，你也顺手帮忙，我化了那俩死人吧。这种粗活还是得我来干，怎么能脏了王妃的手呢？把手举到头顶，你说你们家王爷这是让你监视我呢，还是保护我呢？王妃，王爷他只是担心您的安危。那就是派你来保护我了。那你说，昨天和今天的4个人都是什么来头？不说话，我可不介意把你的腰捅个窟窿。王爷救命！王妃好凶啊！王妃不如想想自己最近有什么仇人，这些杀手应该来自同一个势力，而且他们应该很穷吧，身上银子很少不说，还油腻腻的。翠竹，盯着他把尸体点了，带回别院。王爷救命啊！我们小姐还要修坟，也就关你10来天，饭菜不会少，你忍忍喽。小姐，石头都拉回来了。京中有2条消息，
一是太子想废了太子妃，二是西楚恭亲王要送郡主女儿过来和亲。知道了。修坟的事情有傅波盯着，咱们也该去训练场了。训练？不是吧？嘿，都跑快点啊！看看你们主子都不带喘气儿的，连女人都比不过。哎，你们还是男人吗？主子他能算女人吗？都给我起来！小姐他们已经走了，你也走吧。多谢王爷，属下回来了。你这半个月是掉粪坑了吗？王妃她还我，属下也就10几天没洗澡。该死的贱婢！吵死了！早知道这么烦，我就在山里多住些日子了。郡主，那小子又发什么疯？当然是跟他的残手有关喽。小姐，西城那边搞定了，将时间缩短，逼着西城县令明天就判刑。是。楚慧蕊这么沉得住气，就从她娘家开始查起吧。输光了就赶紧滚，穷鬼！哼，你们等着，我姑姑是丞相夫人，你们完了。你们去帮帮楚公子，让他输的越多越好。没问题。你呢？改了没有啊？楚少爷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以后啊，就别赌了。敢要我的钱，就怕你没命享受。不用咱们来，楚松自己也能把自己作死。走吧，回去复命。楚松输光了家产，还杀了人，你让我怎么救啊？这么些年，老汉没有麻烦过你，但这次楚家要是没了后，老夫就会发疯乱说话。到时候公主你……住口！你敢威胁我？你不要忘了，你还有个女儿在我手里。一个40岁的女儿，如何能跟我18岁的孙子相比？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就算你们放了小女，又能如何？你先回去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我没有见到松儿回家，就算老汉我死了，你们的秘密也一样会曝光天下。居然留了后手，想暗杀他都不成了。西楚小郡主，和亲可疑，在一国郡主面前，丞相府可就不算什么了。难怪太子要休了沈子熙，原来是想搭上西楚啊！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女人好像就是韩王从边关带回来的，说不定她就是西楚郡主。小姐，表四小姐、表九小姐来看你了。2位小姐，你们还没通传过呢，怎么能直接进来？姑奶奶想来就来，滚开！果然是白家的女儿，霸道。死丫头，想死我了！你成亲的事儿也不通知我一声啊！四姐，我都快忘了这事儿，要不是顾王闪婚，我也……表姐，闪婚是什么？啊，这个不重要，先进屋再说。千一，过几日祖母决定办66大寿，这一次白家将不再隐忍，哪怕就是一众女眷，也一定要走出来给你做最强的后盾。四姐，出了什么事吗？白家当日灭门，大姐被困冷宫，撑到现在已是不易，她快不行了。萧儿男扮女装这么多年，只怕会掩饰不住。我今晚去皇宫把她偷出来。啊！你说，王爷怎么迷上了修补玉器？王妃不来，王爷无聊，
王爷，王妃今晚要去皇宫偷人。你再说一遍。王妃要去偷如妃娘娘。知道了。王妃要犯事，王爷为何很开心？浮躁啊，好紧张。王妃开心，王爷就开心。深宫大院，锁住了多少女人的大好年华？大姐，你糊涂啊！小姐，等等我！真难伺，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去冷宫找个与大姐身形相似的来。是。可恶，是七重之毒。依儿，我知道是你。大姐，我带你离开。小姐，找到一具与表小姐身形相似的尸体。我不走，我要亲眼看到他的江山易主，白家血海深仇得报。依儿，我不走。来人，快来人！有刺客！搜！明明看到跑到了这边，只能一搏了。在这边！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救火！那火好奇怪，烧起来的是大姐旁边的宫壁。不管了，还是先逃吧。还好他没事。大姐本就百病缠身，解毒又必须放出毒血，这么折腾下去可怎么办？对了，理清洗髓丹或许可以救大姐。又来，要打架？不自量力，伤风败俗。伤风败俗，不自量力，这男人骂人都有成语的吗？搞笑，他似乎管的有点太多了。哼！哎，你要去哪儿？福子，这么高就把我扔了。搂搂抱抱的，要不是打不过，老娘早就跳起来给你一巴掌了。大哥，你哪里出来的？是不是出门没吃药？你在骂我吗？原来你听不懂啊！我才不承认，承认了那不就是傻子吗？那你就是关心我了。看在你这么关心我的份上，我送你一份礼物。我想你应该会很需要。啊，这是是心？毒是心，解是心也。毒药亦是解药，应该可以解了你大姐的噬心之毒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谋杀妻，王妃太暴躁了怎么办？在树下等，很急。你怎么会有解药？哼，想知道？还有我浴巾上的血，难道也是他？快说！你亲我一口，我就告诉你我是谁。敢调戏我，你死定了！你全盛时期都打不过我，若不是有心陪你玩玩，你以为这刀片能近我的身吗？啊！放心，你会知道我是谁的。下贱刀的，我要杀了你！表姐，你可要快点好起来。小姐，天快亮了，你去睡吧。啊，我睡一会儿，有什么事记得叫我。好。楚少爷，夫人吩咐了，她以相爷的名义请西城县令网开一面，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要往外说。知道了，快带我去见姑姑。我就说丞相府一定会来救小爷。丞相府这么豪华，以后赌资就问姑姑要吧。我去厨房给小姐拿吃的。
没想到会在相府看到楚松。楚慧水胆子真大，竟敢救个杀人犯。嘿，平日里都想欺负我家小姐，这回看我怎么治你们！嘿，谁敢砸我？小姐好生漂亮。无耻！我没有，你怎么用我的呢？千一，你不该冒险救我。表姐，为了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老死宫中，值得吗？小姐，五小姐和楚松打起来，被楚松抓花了脸，两人告到老太太面前去了。所以楚慧蕊理亏，答应二房那边让沈明英和我一起嫁进顾王府。我相信小姐，你不会轻易屈服的。在收拾他们之前，你先吃我一记。小姐打人了！二夫人到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翠竹，先把表姐扶进去。是。二婶来了。千一啊，你也快出嫁了，有些事你二叔不好说，我这个做二婶的也得提醒提醒你。哎呀，这茬不错。你母亲为你留下不少嫁妆，你一人打理不过来，二婶担心你到顾王府受欺负。要是有婴儿帮你，一定不会有人欺负你。这蠢货怎么听不懂话呀？二婶的意思我懂，但是沈明英要嫁的又不是我，你问我也没有用啊。你们去问顾王吧。王爷，王妃藏得很深，咱们的人寻遍齐云山，也没找到王妃的老巢。他能劫得动沈清羽的银子，还怕没有地方藏吗？我们找不到，那朝廷也追踪不到，保证芊芊是安全的就行。主子，你的腿差点忘了，我是个藏犯。推我出去走走吧，差一点就暴露了呀。小姐，给表小姐换好衣服了。千一，看不出来吗？很难认出来，相貌变了，个子也比从前高，声音稍微粗粝一些。走吧，我们出去透透气。楚慧蕊那边是时候收线了。明白。主子通知收线。行动！行动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夫人让我们来送您和楚少爷一程，毕竟父女一场。夫人问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她。楚慧蕊这个贱人，她根本不是我的女儿。松儿要是死了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楚松被杀了。有埋伏！杀光了就撤。来个人去通知主子，其他人和我赶去刘家。是。来迟了。表姐，近日天气不错，改日带你游湖如何？千一，你干什么？你还会生气吗？我救你不是想看你自怨自艾，为了个男人要死要活10年，白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穆皇毁了白家，白家就不能自己站起来吗？小九为了这口气，男扮女装藏了9年，你连一个孩子都比不过。什么？小九他是男儿？主子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楚家被灭口了，还有刘家也被灭门了。知道是谁干的吗？那些人突然出现，装束看起来不像大越的人，他们还没有交手就撤了，应该是早有打算。回府，给我盯死了楚慧蕊。这事，楚慧蕊一定脱不了干系。今晚值夜的丫头就睡外间吧，屋里给我留盏灯就行。是。他摆的那盏灯是什么意思？回吧，我这身打扮被人看到不妥。千一，
我们谈谈。表姐想通了。我想问，你是不是在筹谋什么？表姐身为白家长女，文武双全，素来不喜欢内宅勾心斗角，看来她误会我了。千一，我只当你遇到奇缘，学了一身本领。你现在这样，和宫里斗来斗去的那些妃子又有何区别？几十年前，马车翻倒，匪徒劫持白雅轩，一介文人沈清羽冒死相救。表姐，我娘当年被匪徒绑架，沈清羽救下她后，凭借白家平步青云，这不显得那场英雄救美的戏码太过巧合了吗？小姑姑每月初1、15都会去太极寺许愿还愿，之前从未遇到过劫匪，那一次确实太过巧合，光凭沈清羽一个人不可能救下小姑姑。这件事我刚有眉目，表姐你就别管了。今天和你打了一架，才发现自己好久没动过功夫，以后你练功房都归我用了啊。表姐，你终于愿意走出去了。夫人晕倒了，不好了，夫人晕倒了。夫人，出了什么事？老爷，楚家19口人全死了，还没能给我爹养老，他就方才一把匕首飞进窗户，这信纸就钉在了墙上。来人，派人去楚家核实。是，老爷，宫里来人了，说城中突发灭门惨案，皇上请相爷进宫商议。肯定是楚家，老爷，我的心好痛啊！是刘家。哪个刘家？就是大少爷爱喝的那个豆汁儿刘家。夫人，夫人！自己家人死了，他猫哭耗子；刘家的人死了，他倒真的自己晕了。找到了破绽，就让冷晨他们继续查。是。翠竹，今天天气不错，咱们出去走走。沈千一，你给我过来！晦气，好不容易休息一下，却碰上这个神经病。民女见过韩王。本王找了你好久，别以为藏在相府不出门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说，上次在韩王府，是不是你打晕了我？顾王打的，有本事你找他啊！伤你的人是本王，放开他！啊！顾王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走到哪儿都能遇上你。这话正是本王想说的。韩王到处纠缠本王的王妃是何意？后悔了？顾王对本王休弃的女人倒是上心呢，这女人当挡箭牌倒是好用。你，之前是你，同样的手法，同样的位置，他怎么可能会武功啊？难道废物的传言都是假的？是我又如何？会不会让我再试一次就知道了？穆林天对沈千一出手伤我的事毫不惊讶。想动本王的王妃，你也得问问我答不答应。看来两人早就狼狈为奸了，你们给本王等着！藏了那么久，现在被他看破，不后悔吗？我从来没说我是废物，不是吗？出来一趟，不会还感冒了吧？外面风大，进去。上次吹箫事件后，这人再也没找过我，现在看到他，怎么鼻头酸酸的？喂，怜香惜玉一下会死吗？你是香还是玉？
这几日都好好的，怎么就风寒了呢？看来还是身子虚，得好好补一下。那两人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？一定是又在做什么苟且之事。难道沈千一还未和我解除婚约之前，就跟顾王好过了？可恶！思涵哥哥，你疼不疼？思涵哥哥，再有2天，西蜀使者进京，你说月皇会将我许配给你吗？如果不是你，那我腹中的孩子……你竟然有了！今日大夫说，我有了身孕。思涵哥哥，这里有了咱们的骨肉。如果他能生下儿子，对我而言非常有利。但是，本王竟然一点也不高兴。让船夫靠岸，我送你回府。不要，不想回去，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睡一觉，头好疼啊。好，想找休息的地方，直接找上王爷了。呀，主子这是把王爷当自己人了，还对他撒娇啊！笨蛋！人生第一次被女人拉手，太可怕了吧！小心，悬崖！爷，属下错了。走。这一觉睡得好甜啊！谁为你缝的这伤口？正常，女人在男人怀里醒来，不都该大叫吗？你还真跟正常女人不一样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正常了？痒！我要什么有什么，怎么就不正常了？这个姿势，你嘲笑我？你不怕守寡吗？死道友总比死贫道好，不是吗？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芊芊，这辈子你都休想离开我。哼，男人靠得住，母猪会上树。翠竹，什么时辰了？小姐，已经子时了。王妃总是很煞风景，怎么办？我睡了一整天啊，糗大了！死丫头，你也不知道早点叫醒我。小姐，你高热不退，抱着王爷又哭又闹，就是不放手，非要王爷陪你睡，给你喂药，奴婢也没辙呀。胡说八道！本小姐怎么可能是你说的这种？疼！小姐，先不说您的睡品好不好，你可知道王爷为了抱着你，一天没有动弹，没有吃东西。少废话，你去伺候王爷吃饭。哼，少来，又不是我男人。不过，小姐若不想去，自然有人愿意上前。那是这座庄园管事的女儿刘小姐。从王爷回来就一直想要闯进来探望呢，小姐可要代劳。我知道了。他腿脚不便，又抱了我一整天，可能现在整个腿已经麻了吧？还是慰劳慰劳吧。可以了。今天谢谢啊。饭菜都凉了，要不我去给你煮碗面？不，你身子刚好，还是休息一下吧。那还是让厨房给你弄点粥吧。本人最不喜欢的就是粥了。穆凌天，我们和好吧？我们什么时候闹过别扭？好吧。好像是我因为那只枭一直在发脾气。我带你去透透风吧。这是哪里呀？南城，
宣善。这里是你母亲的坟陵吗？哎，谋杀亲夫吗？啊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里安静。你说想要休息，所以就带你来了。走吧，跟我去见见我娘。你们家也太有钱了吧！哼，几百年用命换来的。再说，这些不是穆家的，是皇上赏的。据说当年大战，只有你捡回了一条命，难道皇上就赏了一座陵墓给你父母吗？我父亲没有葬在这里。啊？想听故事吗？当年南晋和南周合击，加上大越军中的叛军，几乎将穆家军全部灭杀。我母亲替我挡致命。父亲都是为了母亲，被万箭我南尽天下，踏成了肉泥。我父亲尸骨全无，只能与万千将士一起葬在了前门关。16岁看到双亲死于眼前，亲眼看到穆家军团灭，他得有多坚强才能活下来？往前走吧。你母亲与圣人皇后好像啊。他们一母同胞，皇后大我母亲1岁。芊芊，过去给母亲磕头吧。好。做他的妻子，以后我便不再只是一个人。可是，穆凌天，你可知道做我的丈夫要绝对的忠贞？我同样有着洁癖，不喜欢不干净的。那若我早废完毕呢？芊芊，我会杀了那个男人。还要娶我？娶。还会对我忠贞？一生不变。为什么？你到底要不要给母亲磕头？要的，要的。芊芊真的已非完璧，若真是如此，那也只能怪我出现的太晚，却怪不得她一分。母亲，从今天起，穆凌天由我来守候。若您泉下有知，就保佑他别再受到伤害。不后悔？你给过我后悔的机会吗？曾经给过，你没有要，所以再无机会。什么时候？喂，到底什么时候？赐婚当日。原来赐婚是他捣的鬼。那个，你想说什么？你前妻、前妻他们，你在意？我在意他们做什么？既然不在意，那想来也不会在意他们有没有……你爱说不说。傻瓜，只有你是我认定的人，只有你有资格见我娘，明白了吗？突然亲我做什么？每次亲密都像打架，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呢？我当然是女人啊！前世当杀手没谈过恋爱，这一世竟成了钢铁直女人设吗？既然芊芊不会亲吻，只能为夫亲自教导了。你重死了！别动。这么煞风景的嘴，先吻上。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你这家家懂什么？王爷，丞相府到了。我要走了。芊芊，等我来娶你。我回去了。
回王府。驾！小姐，王爷怎么哄的你啊？从来没有见你这么笑过。翠竹，你皮又痒了。沈千一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往孤王床上爬？父亲有时间来管千一，不如去看看三妹，说不定三妹有喜事跟您分享。你，梦婷能有什么喜？父亲慢走，千一去休息了。总觉得今日的千一和往日有什么不同。沈梦婷疯了吗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沈梦婷她想打掉孩子，雅婷院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我去看看。三小姐，使不得呀！这是打胎药，不能喝。你们不帮我，我自己来。没脑子。二小姐，你来做什么？沈千一，我变成这样都是拜你所赐，你给我滚啊！哼，我怕我不来，你这个蠢货会拉着丞相府全部陪葬。不会的，娘，只要嫁到豪王府，他一定会护住咱们的。娘，我求求你，帮帮我吧。三妹，容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这肚子里怀的可是皇上的孙子，更是云王的长子。你觉得打掉胎儿，天家会放过你，放过丞相府吗？娘也是这么说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府里还有谁不知道的吗？对了，我还听说三妹妹原先的婢女春琴已经被韩王宠幸了，三妹还是安心些替云王养胎吧。不可能！贱人，我要撕了你的嘴！徐妈妈，拉住三小姐，别让她再做傻事。小姐，你这是帮了沈梦婷？这多好啊！太子府一个女儿，云王府一个女儿，韩王府还有一个丫鬟，顾王府也有一个女儿。你说，他沈清宇还能得到哪位王爷的信任？一个丞相拉拢了皇上几乎所有的儿子，你觉得沈清宇还能蹦跶多久？怎么这么多弯弯绕绕啊？小姐，你等等我。娘，听说昨日顾王府接了千一去商议婚礼事宜，想来千一在顾王府也是说得上话的。我们明音的事，明音嫁过去，对千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来人，去把二小姐请过来。小姐，老夫人差人过来，叫你过去。打扰我做衣裳。小姐，这就是你给顾王做的衣裳？按照礼节，女子出嫁亲手为夫君缝制喜服，有何不妥？顾王一定喜欢极了。哼。千一给祖母请安，见过二婶。千一呀，坐到祖母身边来。老夫人又在算计什么？眼见着你的婚期又近了，你可为顾王绣了喜服啊？祖母早知道你不会女工，早让人准备好啦。要不你今日拿去给顾王试试，合不合身？我敢打赌，这衣服一定是沈明英做的。顺便带着你五妹一起逛逛，成日在府里待着，没得眼皮子浅。绕了半天，这才是关键。说到五妹，我还没问过二婶。先前二婶说让五妹过去给顾王做小，还顺带能帮衬我一些。二婶可是找顾王说过此事了？这傻子说话好难听。再说，那顾王是阿猫阿狗吗？说见得到就见得到的？
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做小不做小，难听死了！那是你五妹，这话说出去还让不让她活了？哦，就喜欢看你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听祖母的，去吧去吧。顾王见到你有这番心意，一定会很高兴。二姐不要紧张，我会陪着你的。属下见过王妃。我还没有嫁，你不要叫我王妃。这娇滴滴的模样，王妃这次玩的又是哪一招？里面请。多谢。王妃不正常，得赶紧通报给王爷。王妃今日扭扭捏捏，还带了个女人进王府。王妃不会被鬼附身了吧？穆凌天知道肯定要发火，我得先溜啊！肚子好难受啊！哼，这个废物，没想到这时候还挺懂事。啊，王爷，石兔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带进王府吗？王爷请息怒，民女，哦，二姐内急，她一会儿便过来。这个是为王爷缝制的衣服，王爷。滚！不要杀我，我只是个奴才。把人扔出去。遵命，王爷。王妃，王爷备了茶点，请。若是硬拼，绝尘应该不是我的对手吧？莫凌天的小银剑，这是武力威胁，我哪打得过他啊？还是第一次白天来顾王府，这就是我以后要生活的地方吗？王妃，请。你现在出息了呀？沈千一，我在跟你说话。对于对你有非分之想的女人，你打发比我打发有效果啊！唉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嫁衣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的是没得做了，不过我倒是给你做了2条了。2条裤子？后茶也是裤子嘛。哼，那我便还他套嫁衣吧。武凌天，有你这么耍流氓的吗？本王真的只是想测一下大小做嫁衣，没有人能拍本王的头，就算是芊芊也不可以拍本王的头。怎么在他面前就收不住脾气呢？好了，别生气了。你耍流氓！啊！黑心女人，下手太狠了。你的腿，凌天，你的腿有知觉。我的腿之所以站不起来，是因为那一刀砍在我的后腰尾椎处，尾椎粉碎导致的下肢瘫痪。有没有试过针灸？有，至少现在双腿都有了知觉，所以芊芊你掐我，我也是会疼的。不必愧疚，芊芊，无论你是否嫌弃我，我都不会放手。哎，不会是真的嫌弃我，所以才把你那个妹妹叫来。我的人，就算是我不要，别人也休想染指。我收到白家的请帖，后天我就接你一起去给你外婆贺寿。行。表哥，千一姐姐，子罗，千一姐姐，你怎么都不找我玩呢？
你是不是忘了我了？怎么会呢？我真的忘了莫林天有这个表妹。表哥已经很久没有去看祖母了，真是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外婆。他怎么了？婉一见过王爷，王爷万安。婉一见过沈二小姐，婉一小姐有礼了。这个女有敌意，沈二小姐和传闻中不大一样。千一姐姐，这是我表姐，跟你的名字一样，也带一个一字。听说当年表姐差一点就嫁给表。子罗，所以这何小姐是莫林天的前任。苏良，回去。啊，表姐，我们也走吧。我这是手不是石头，钻那么紧。气氛好诡异，怎么大家都不说话？千一姐姐，他在紧张他。怎么是他？何姑娘，船舷上危险，还是坐到凳上来吧。若不是我出手更快，现在他们两人该你侬我侬了吧？这么慢？湖水太美，看得忘记船已经停了。以后有的是时间看。表姐，他们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原来也不只是我不在乎他的外貌。唉，小姐，你快别叹气了，到底怎么了？翠竹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差劲？有脸有胸有屁股，不差呀。去你的！不纠结了，我要出去嗨，嗨够了就忘了今天的不痛快。走，把表姐叫上，爷带你们找乐子。好嘞。没声音，怎么进去？昨晚玩太嗨了，我得赶紧补个觉。我也好困，小姐你，这是遭了贼吗？不是贼，是刺客。有人想要杀我。小姐，这里不安全，要不要换地方？不用，先做场戏再说。先换衣服。来人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有刺客！相爷，二小姐的院子出了刺客。所有的子女都出了事，只剩下千一可以养成故往。这个节骨眼儿不能再生事端。快去北院！大胆狂徒，竟敢来相府行刺！翠竹！翠竹，娘已经不要我了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不能！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请大夫！太子妃，相府二小姐遇刺，听说一直昏迷没有醒来。砍得好，砍得好，就是可惜没砍死他。上一次我故意与沈千一撞衫，却被他敲晕。我本想让云王玷污沈千一清白，却没想到自己被沈千一和云王谁也跑不掉。既然沈千一还没醒过来，那我就让他永远也别醒。吴嬷嬷，你去取只人参送到相府，帮我送二妹一程。是，太子妃。
啊，小姐找到了，这是下午太子妃送的。果然有剧毒。二小姐，莫夫人来看您了。啊！嘘，快等一下，继续装晕。原来是做戏，还好他没事。千一啊，你受苦了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千一，你身上可有伤？还好有我的丫鬟翠竹护着，我只是擦伤，没有大碍。老夫人回去给太君说一声，千一谢谢他老人家的关心。请我来看你的可不止老太君，那还有谁？莫凌天吗？哎，一想到他，就会想到那个白衣飘飘、温柔可人的小姐姐。一码归一码，总不能人家有个前任就完全否认他吧？顾王要是知道你受了伤，指不定还把婚期提前。你看看你这，哪里是一个主子住的地方啊？千一命硬，无碍的。二小姐，顾王府的王嬷嬷来了。王嬷嬷是顾王府上的老人了，能派她过来，顾王是真的很看重你啊，千一。啊，总算都走了，累死了。主子，再这样压住我，我还没装死，就已经先死了。好主子，我想出去活动活动，憋得慌。去。母亲今天心情不错，沈千一被刺杀的事多半和母亲有关。还好。我出去一趟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看看我那受伤的妹妹。被沈千一当年那一脚踢得不能人道，这个仇也该报了。沈玉晨，二妹觉得大哥这贱魅力如何？沈玉晨，我劝你最好放弃，不然我不介意帮你剁了另外2根手指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碰我。小姐，还没到你醒的时候，回去躺着。可是小姐，我自有安排。回去。你这个疯子！疯子！先杀他！怎么会这样？大夫，快叫大夫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千一，你有没有事？哎，老爷，二小姐不行了！你乱叫声！大夫，快叫大夫！大夫都死哪儿去了？死了，死得好！来人，将三小姐给我关到雅婷院，谁再放她出来，就别怪本相爷砍了她的脑袋！啊！千一，你醒了。他竟然陪着我，没有去陪沈玉晨。父亲，都是女儿的错，是女儿砍了大少爷的手。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了。你先休息着。沈千一，伤了臣儿，我要你偿命！住手！千一，照顾好于恒。你打我！滚！想救你娘吗？
想。把丫鬟们都叫下去吧。姐姐，一会儿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怕，你要相信姐姐，一定能将你娘救回来。好。去拿一盏灯来。过来点，别害怕。姐姐，我想学。那就从给你娘换药开始吧。从现在开始，只有你能保护你娘。我会的。小姐，雷疯子要是知道你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肯定会扒了咱俩的皮。翠竹，楚慧蕊不是心疼他儿子吗？把太子妃送来的人参挑出来，送给沈玉晨吧。借刀杀人，挑拨离间，嘿，高明，奴婢这就去。少爷中毒了，快请大夫！猎物掉陷阱了，走吧，演完这场戏。千叶，你来了。昨日的事，我已将陈二大骂一番。为父实在不愿看你们几个自相残杀。这人参，下人们都说是你房里给的。父亲，那件事我已经原谅他了，所以才送了人参想给大少爷补补。可这人参却是大姐从太子府送来的，难道大姐想要害的人是我？老爷，不可能是希儿。够了，先给陈二解毒。相爷，这是鸩毒，无药可解呀。或许可以用绿豆水，以前我在乡下，农夫们都是这么给畜生解毒的。千叶，那是你大哥，怎么能用医治畜生的法子？说他畜生都是抬举的，方法给了，爱用不用。绿豆水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，在大少爷身体还未完全吸收毒药前，把毒排出来就好了。哼，排出毒药，必经上吐下泻，这番折腾，沈玉晨也只能剩半条命了。绿豆水来了，快，赶紧给大少爷服下。陈儿，你能说话了？喘不上气的感觉也消失了，我好了。千叶，为父谢谢你。父亲，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我切下他半个手掌，也算是两清了。千一回去了。从什么时候起，我竟把千一母亲的样子记得这么清晰了？可莹，今天白府老夫人60大寿，你也同我去见见世面吧。五妹，我就不去了吧。你怕沈千一？我当然怕。沈千一切断大少爷手掌，还能相安无事，这样的人我可惹不起。你怕他做什么？等我嫁去顾王府以后，他还不是要听我的？小姐，楚慧蕊今早跟相爷求情，去了太极寺烧香。看来他要去搬救兵了，务必让人盯紧他。是。他倒是会讨巧，用丝巾把绷带藏了起来。可恨！五妹看着我做什么？该上马车了。五妹，忍住！二姐，
你外祖母家可真是高门大户，咱们这种小门小户也只能走偏门。一国丞相面前，白家算什么东西？依五妹的意思，咱们还是出去继续排队吧。啊，我嘴直，二姐，你别介意啊。表姐，我带你们进去。表姐，有人在花园等你。嗯？芊芊，约好了我过去接你一起过来，你怎么先走了？我也说了，师傅有马车。芊芊在疏远我。从今天起，木灵天由我来守候。谁能告诉我芊芊为什么生气啊？难道是因为……你做什么？你的脖子谁弄的？不要你管。嗯，被人刺杀一事，不是你和翠竹做戏的吗？这件事连表姐住在我院子都不知道，她怎么清楚这么多？你监视我？不小心露馅了。我完了，王妃和沈玉晨的事儿，我没敢禀报王爷。报告王爷，石拓有事要禀报。懒得理你，我走了。石拓，说吧。王爷，事关王妃清誉，属下担心王爷与王妃横生误会，才隐瞒不报。说。那完了。表哥，婉意见过顾王。千一姐姐怎么走了？我还没有问她伤好没好。怎么，沈二小姐受伤了？我听母亲说，有人想要刺杀她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去看看她。嗯，林天，你过得好吗？学臣，过来。林天，爷，咱走吗？本王的吩咐你也不听了。是。穆林天跟何婉一绝对有奸情。您这边请。哎，小九，表姐，小九只是想多给你一点机会和姐夫培养感情。小孩子家家，脑瓜子里装什么呢？哎呀，表姐，外婆念叨你一早上了，咱们赶紧过去贺寿吧。见过老太君，老太君寿比南山，轻松不老，轻松不老啊！大家坐，大家坐。表姐，外婆好威风啊！外婆手里的龙头手杖是当年大越与东秦之战，外婆用命换来的，先皇御赐，就连当今圣上见了也要拜上一拜。千一，跟你表妹说什么呢？到外婆这边来。千一给外婆莫老太君请安了。千一这孩子真是乖巧。千一，快起来。外婆，外婆的寿礼，她还穿一身白。那不是何家的闺女吗？怎么这身打扮？嗨，许是受了刺激吧，嫁了6年，还是个姑娘家。她夫家没落，看她可怜，便给送了回来。老姐姐，我们白家虽然是武夫，但规矩跟你们墨家一致。顾王若不能给我们家千一一个好归宿，我看这门亲不如作罢。妹妹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韩王到。韩王竟然也来了。
白老太君面子真大。思涵助老太君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韩王请。顾王到。凌天祝老太君长命百岁，心想事成。我知老太君早年与将军征战沙场，有些腿疾，特选了这副抱骨，望老太君笑纳。抱骨取自文豹，在大越却极其稀有，可谓价值千金呐。老太君，您就当这是芊芊送您的一片心意吧。孩子的一片心，你就收着吧。好吧，小九，把顾王的礼收下。姐夫，加油！两位王爷都请入座吧。舅妈了。老太君不用招呼我，也不是外人，我去陪着芊芊。顾王好和善呐，不是说顾王性子暴虐吗？顾王好像很喜欢沈二小姐。这个该死的摊子，若不是沈千玉算计本王，现在白家的孙女婿是我才对。心跳好快，他怎么能当这么多人救？芊芊，你等等我。芊芊，你是在跟我闹别扭吗？芊芊，我一直很奇怪，大家都叫我千一，你却独唤我芊芊。你不想叫那个一字，是怕我亵渎了谁吗？名字都有一个一，你笑什么？芊芊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。我不问你就不说吗？芊芊，我不说，是因为那对我而言无足轻重，只是一件过去的小事。但只要你问，我绝无隐瞒。你，懒得理你。脖子还疼了？世上哪有不疼的？为夫给你吹吹。不要。没事儿，这没人。受不了了，这对奸夫淫妇！穆凌天，是不是随便一个女人，你都这么迫不及待？这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当然迫不及待了。韩王这么闲，天天听墙角。什么味儿？又开始吐了吗？真是难为你了，芊芊。等你生下咱们的孩子，本王指定揍他，谁让他折腾你？沈千一，你竟然有了！竟然有了身孕。恐怕沈千一与本王有婚约时，就已经跟穆凌天有染。不要脸的狗男女，给我等着！本王说你有了，你便是有了。来，脸别僵着，别生气了。王妃怎么拿帕子出气呢？哼！顾王平时拽的人五人六的，这会儿嘴巴怎么那么贱？妾身怕别人听去损了你的形象，只好给你堵着了，不许拿下来。算了，自家媳妇儿还是宠着吧。他竟然随他如此胡闹。婉仪见过王爷，见过二小姐。二小姐，可以陪我走走吗？将军府我不熟。这些人怎么一个个上赶着找对？在这儿等着我，别乱走。我没回来，不许拿下帕子。那你别跟他走。姐偏要看看你这前任到底想做什么。回来别跟我闹别扭。看你表现喽。走吧，小姐。你们刚才……啊，我跟凌天用眼神交流呢。何小姐也想学，那就不用了。
还是京中的花娇美艳丽，还好。二小姐，林天性子傲一些，若他哪里做的不对，你别跟他多计较。两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啊。他性子是傲，那也要看对谁。成婚也不是一味的包容就能长久的。我心中有他，他心中有我，足矣。不是说这沈家二小姐是个废物吗？千一倒是有个疑问，何小姐这身衣服是有什么典故，如此不舍？将军府老太君高寿，这么肃静，可不像上都城的规矩。何小姐还要逛吗？不了。小姐被顾王拐哪儿去了？急死人了！怎么了？啊，楚慧蕊行动了。出了何事？一点小事，我出去一趟，你继续留这儿还是回府？我陪你去。不用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担心我在你身边耽误你看其他男人？你吃醋了。其实，你在我眼里是无人能及的。芊芊，你也……啊！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！跟丢了。属下几个一直跟着，可是进山后，马车就不是从前那辆马车，马夫也不一样了。什么时候跟丢的？路上有一辆马车冲撞过来，之后就……太极寺是大越朝最大的寺庙，既然来了，一起去看看吧。贱婢，你想噎死我呀？大人贱！救命！哼！若不是杀了你，会给他惹祸，本王真想将你千刀万剐。你为什么要杀刘家的人？沈府接头的人是谁啊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点了这么久的灯，你放肆！你竟敢对本宫如此无礼！哼，你叫刘家的人去杀沈千一，反而暴露了刘家暗桩，害死刘家人的是你呀，四公主！不可能！明明是你不想配合我行动。四公主，你只是皇上插在大越朝的暗桩，耍什么公主威风？下次再贸然行事惹来祸事，我就杀了你的孩子们。施主请。什么东西？或许咱们没白跑，立刻下山。是。竟然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小姐，你说会不会那只耳环不是他的？试试就知道谁的了。哟，咱们的二小姐真行，还没成婚就跟个男人到处走，连自己外祖母的生辰都不参加了。没反应。五妹，有病记得吃药。沈千一，你说你真的能让韩王娶我？你求我，我就告诉你，很划算的交易。不求我走了。等等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不想生云王的种，我想嫁给韩王。去告诉你娘，你要嫁给云王，要替他生孩子，以后绝不再闹。你整我！世人都知道你爱慕韩王，却进了云王府做妾生子。男人都好面子，慕思涵为了扳回一城，1年后一定娶你。慕思涵对我和顾王在一起的反应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为什么是1年？
不等1年，你怎么生孩子？哦，蠢死你算了。沈千一，你下午跟婷儿说什么了？果然是他。千一看姨娘辛苦，去劝了劝梦婷。云王府挺好的，她生下孩子还是云王的长子，多好啊！我信你的鬼话连篇。我说让她先进云王府生了孩子，再嫁韩王，她没脑子信了，怪我喽。沈千一，姨娘怎么只戴了一边耳坠？是时兴的戴法吗？咦，姨娘今天去哪儿了？裙摆和鞋子边上怎么踩的都是草？我去太极寺上香祈福，兴许是在那弄到的。你休息吧，我回了。掩耳盗铃，可笑。小姐，房顶怎么了？黑衣男，这2个疯子不睡觉来我房顶作什么妖？郡主，上家伙！看戏必备5香瓜子和明前好茶，已经为您准备好。你们俩赶紧打，输的人要赔我买瓦片的钱哦。郡主，你觉得谁会赢？韩王都是花拳绣腿，黑衣男更霸气。可惜太慢了。你们2位要么赶紧分出胜负，要么2人一起滚蛋。赢的人可以留下来。你做梦！怡儿是我的人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滚！卑鄙！千一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想啥呢？你们毁了我的瓦，给钱再走。今日收益1000两。你又想打架？哇，那个男人和小姐看起来好美啊！啊，小姐救命！你这是拆了我的房子，还想我请你喝茶的节奏？上次我的衣服留在了这里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想知道？嫁给我，我就告诉你我是谁。那抱歉了，本人名花有主。不过相信我，我会找出你是谁的那一天。哈？你就那么甘心嫁个瘸子，嫁一个丑的可以吓死人的男人？恼羞成怒了，被我说中了。哼，这辈子谁都不可以骂他。芊芊，想不到我在你心里已经如此重要。什么味道？该死，急着见他，忘记换个熏香了。今晚收获颇丰啊！哎，听说了吗？西楚使臣就快到圣都城了。这算什么劲爆消息啊？韩王要娶西楚小郡主才是大消息。小姐，韩王要是和西楚联手，以后登上皇位，会不会对你……管他呢！本小姐现在只想吃烤鸭。小姐，你的口水擦擦。我就是闻不得这个味儿。我的烤鸭！二小姐，对不住，害得你的烤鸭没了。我也害得你要忙一阵儿了。赵大哥，你怎么跑来扫大街了？宫里刺客没抓着，山里的匪寇也没见着影。皇上震怒，罚在下扫1个月的大街，这还是看在西楚来使的份上。那这惩罚还真够特别的了。不说这个了，我赶紧扫完，请二小姐吃烤鸭怎么样？
好啊，好啊。真好吃啊！什么时候咱们大越这刚正不阿的京兆府尹也喜欢上了女色，还请到了酒楼？下官见过韩王殿下。赵大人，这成堆的垃圾，还不快去扫干净？千亿，你，人呢？王爷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找王妃。芊芊的耳饰，韩王多番纠缠，也不知道芊芊有没有事。去看他，不看他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！你终于来了，又上来看热闹？啊，姑娘，我不是来看热闹的，我是来等你的。我想请你喝茶，你能陪我喝杯茶吗？他这个样子让人怎么拒绝啊？